术就是一个沟通的媒介，它也是在帮忙怎么让你的感官以及你的表达力能够更敏锐。那这个更敏锐的过程，就是需要有一些刺激。我想我们把艺术家邀请到不同的社区里面去，就是希望彼此能够相互刺激。看展览有不同的经验也蛮好的。是啊。这个很明显的它的特征，这颗叫金本钟螺。这颗螺的英文的学名就用我的名字命名的，因为是我发现第一笔资料。这是我去做草根带调查的时候，然后采集的一些标本。这么多单位，没有一个单位有这样的收藏。这些有很多是金门特有的，就是说这些物种在台湾没有分布。这种梗我从来没看过。对，就很特别的。你看啊，来讲，金门算是在台南生活美学馆的艺术转动社区其中的一个点。我们生活在岛屿，不管是金门还是台湾，都是岛屿。可是我们常常在谈的，可能都是陆地上面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真正关心到周边的这一片海域。烈屿这一边，就是有很多很精彩的人。这个就是他们家瓷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罂粟花，那个是大概就绝无仅有的。林老师好，就像林马腾老师啊、洪清章老师，其实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些中介者帮我们做媒介，让我们更认识这个地方。他讲的生态，一方面当然是更深入的，是关于海里面的生物；一方面当然是从，尤其是烈屿的海岸线，它的那个地质、地貌。我有非常多的作品，其实是会跟环境议题有关。我自己都认为那个是非常女性主义的视角的。你看这个短短的这1公里这1公里你看你看这边的玄武岩的这跟中间部分的玄武岩那个碉堡掉下来的地方，在更过去的玄武岩，你看几乎是都不一样。对，它的变化就很特别。那个玄武岩风化真的太美了，你看它那个岩壁那个真的是。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艺术品。我可以说，这边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雕塑公园。对的。艺术的用艺术诠释，对的，去诠释它，不是用地质。其实，在今年我就有给台南生活美学馆一个题目，是叫做“岛屿相谈所”。他们开始辅导新住民，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创造一个空间，那个空间我就是在那里，大家都可以来那边聊天，告诉我他想要干嘛，那我们就是试着让他的想法实现。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可以不断的累积的话，也会很厉害啊。对，作品就是一定会跟时代，还有当然跟自己的年纪有关，因为在那种比较极权的年代，基本上大家所用的手法会比较激烈，然后批判性也很强。最早其实我从国外回来台湾，我做那个时间空间，就是用报纸。在当时，其实我觉得对台湾的艺术界来说，应该是蛮大的震撼。当年大家都会觉得艺术就是一个有很高价值的东西，怎么会我就是把报纸就粘在空间里面？那你要怎么卖这些作品？某种程度的，就是想要去发展新的雕塑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后来当然在1995，我刚好有机会，就是台湾第一次参与
威尼斯双年展。我那时候做的图书馆的作品，就是书架上摆了很多的书，但是如果你看进去，你会发现那个每一本书都被搅碎，它就会有另外一种震撼的感觉。我那时候选的是经典，所以它某种程度就在讲我那个阶段，就是有一点想要把过去或者是历史或者传统有点重新去解构，然后包含这一次在高美馆那个小甜心，它其实是这个系列的延伸。小甜心我放的都是名人的照片，可是是他的童年。那我觉得对我来说，那就有一种错字的作用。对于艺术的思考，以及到底做展览的那个意义，我就决定要用“当”把它作为一个这一次个展的一个名称。当这个字本身，它又包含着非常多的层次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是游荡，它也可以是荡秋千的那个荡。关在那里面。3个人，3个人，4个人比较好了。哎，你看。那至于有碗盘在上面的那个大的档，把这个碗盘视为体制。当我碗盘在那个空间里面，其实它会带来一种危险的一个状态，就是随时好像会掉落。它有一点好像在跟着那个艺术的制度或者系统形成一种对话，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关系。那另外一个是可以让民众坐在上面的可以荡的秋千。这个秋千它的用意其实就是想要改变美术馆空间给人家的感受，就会让这个空间有一种游乐场的感觉，就是改变观众到美术馆里面的那个整个身体感啊。我大概从2016年开始，因为我们有迄今造咖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在这个空间，因为它是一个厨房，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要用食物来去探索这个地方。所以它可以开展的那个议题，我觉得是无穷尽的。那只是我们在迄今一开始在探讨到底迄今的味道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迄今你如果到各个不同的小吃店、餐馆去吃，你就会吃到很不一样的味道。那这个煮这一道料理的人，他来自哪里？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就开始去访问这些人。结果一做到这么多年了，60多年了。你既然生活在这里了，你总要适应吧？那你自己想吃就要自己做。这一瓶是爸爸留给我的秘方。阿妈，我要示范是这样子，好像我是他们的妈妈这样子。这些访谈，你正好会呈现出一个地方的一个变迁。是一个厨师的哈，那也在台湾做厨师，像国外料理的、异国料理这些东西。那后来因为那个安平的搁浅，
因为最早进来的其实是欧洲人嘛，因为他们迫使的那个清朝把这个旗津给开港。到了那个二次战后，大陈人从大陈岛撤退，其中有一批人也到了这个地方来。历史的阶段就来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是大陈的，是喝那种老酒，是有一点像绍兴，对不对？对。可是你们当时大陈人分到各个地方，分到高雄，你弟弟没有跟着来高雄？有，我弟弟有，我弟弟那时3岁而已呢。所以他有住过这儿。对。然后之后我们有加工出口区，然后随着台湾整个那个产业的变迁，我们开始有很多的东南亚移工。这些人迁移到旗津，都是因为背后的一个很大的，你可以说是用国际这个地缘政治全球化之下形成的一种推力，使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那因此我访问的这6个人基本上都是不同的背景，然后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都会跟饮食文化相关。现在生意应该更好，对不对？但是没有更好，可是他觉得都不敢接。难怪就没有天杯了。哎呀，天杯昨天关看了，今天我就是想说，今天来我可以买天杯。那因此，我就从这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也就是当我们讲味道，它不是只是舌尖的感受，它其实是包含你的身体的感受，你的生命的感受，所以他们也会去探索这个东西。那也因此在展览里面，我就邀请民众也可以去写他的食物的故事。我现在就是希望去讲一下类型，因为有的像这个看起来就是有故事，像这个可能是煮法，是不是？看起来是做料理方式，对，所以你也可以把料理方式放一堆，然后有故事的一堆。这种参与式艺术其实是对一般的人来说，他也有那个能力去接触艺术，所以你就是去挑那个有一些很漂亮的。如果以前是一个冲撞的世代的话，那接着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怎么重建，什么样的价值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也是因为就是大家给他要确保一下自己的那个袋子没有破掉。你们一副在策展的样子。重建1立方公分的土地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件作品主要其实在谈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都市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的土地不断在消失。水泥化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的，因为如果有一天突然我们已经没有土或者没有土地可以去种植，其实人也很难继续生存。我们就会希望说，大家可以把这个土可以再拿回去种植。那一方面，这个意义也是在于我们希望说，这个作品不是只有在美术馆里面，而是作品也可以跟民众，还有尤其是跟整个城市可以产生一些连结的关系，回去种植，延伸这个作品。谢谢你们帮忙让作品慢慢消失。那我就觉得说，如果用土直接去把它堆出来，把这个文字堆出来，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效果，在设计上就特别的让观众他在平地面层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只看到很多的土。可
可是他到了2楼的时候，他才会看到说，哦，原来那是一句话。50年以后，我们会贫穷到没有干净的土地，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干净的空气。我不要这种不永续的未来。我的土地宣言宣示人巴奈库岁。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受女性主义的启发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整个那个多元的视角，还有那个多元的一个价值观，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是在于如何相互尊重，而那个尊重不是只有性别，它也包含到族群，包含到人跟土地、跟自然的关系。我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跟台北市妇女心智协会合作，那时候因为有玩布工作坊，然后带这些一般的就是非艺术科系的这一些妈妈们或者参与到这个玩布工作坊的这个学员，怎么用他们所会的这种针线活去表达他们自我，然后最大的改变是，他们很可能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可是都会变得很有自信，因为他们知道他自己是谁。我那时候是想到说，衣服其实它跟人的那个身份认同有关，其实它就是一个身份的表征。这样，玩布工作坊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工作坊，可是其实它在做妇女运动。妇女运动的最核心的精神其实是在于那个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自己说话，就是那个自主性。这个我们就讲，就是一个 empower 的过程，一个赋权的过程。所以这种参与式艺术对我来说，它其实是更政治的，因为它更涉及到在改变每一个参与的人。就是从艺术领域来说，我们这个叫做后工作室的一种创作形态，因为现在艺术家都是到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环境、偏乡、岛屿，反正各种可能的地方去做创作。它不是在我们传统认知的所谓的工作室，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是应该反其道而行，把艺术家送到社区。这个作品在制作或者发展的过程，它可以跟社区发生关系，甚至于也让社区参与进来。那我们这一次因为金门进驻的艺术家就是林义琪，他的那个奶奶也是金门人。其实我来到烈屿的亲戚社区嘛，我其实是一个很随机、很游击的态度，然后去采访，就是我们在路上经过老人家什么的。在这个进驻计划里面，我前期其实比较主要是聆听者的角度，我去听大家的故事，去连结大家的故事里面有没有什么共通点。一个姑丈，是民国36年，他也是想到新加坡去，结果那一年他到达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政府不让他入境，因为忽然间华人太多，他就暂停，结果他就在槟城啊，在马来西亚流浪。是在战争之前，其实金门是一个很贫困的岛屿，所以他们必须要往外发展去做生意啊，然后去谋生这样子。所以在他们老一辈的那些人，他们其实就是会搭船，然后直接到东南亚做苦力，都是苦力。然后逐渐的累积资本之后，其实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小生意，然后生意越做越大之后，其实就会变成贸易商或什么样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开始写信回金门，然后会寄一些钱回金门，然后所以就是早年会有侨乡之称，会有侨批，就是他们汇款的一些资料跟一些信这样。希望我把我这些资料，能够传承。是，对。那烈屿本身当然跟金门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因为他们第一个都是离岛，以前都是战地军管嘛，然后当然整个金门它有非常丰富的，不管你要讲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或者是战地的故事，其实那个整个历史你几乎都可以在
金门不同的角落都可以看到那个历史的痕迹，而且那个东西还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觉得这个可以刺激艺术家去发展他们的创作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透过艺术家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个金门更深入的地方，我觉得会很棒。他这一次又甚至也会在带一些年轻人去拍片嘛，哈，那等于是说又把这个技术交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未来也可以继续的去发现社区里面更多值得被记录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是第一次拍片嘛，其实是一个新的体验，不一定要拍出多厉害，然后多花俏的片，其实就让大家体验那个过程。所以有保持一个重点，等一下记得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拍片的时候不要吵架，这样就好。好啦，那我们就解散来拍片了。然后这次在烈屿国中，其实我蛮意外的是，就是学生他们其实非常的有自信，他们好主动，马上就能进入状况，马上就知道什么是拍片，什么是编剧什么的，然后他们也能够就是快速的进入状况跟进行拍片。导演觉得可以，为什么你们两个成语跟数进啊？我是在后面。我没有复习还可以考100分呢。考那么好，还考那么长那么丑。很拽是不是？我觉得艺术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播种者的角色，但是我相信在他们成长过程里面，未来某一个时刻一定会想起自己有这样子经历过这些创作，甚至能够为自己发声。哎，你们秀场片段都要留着哦，全部都给我，我觉得是超有趣哦，这些都可以留下来，可以剪幕后花絮。我们幕后花絮也蛮有趣的。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讲地方创生，常常有时候，例如说你从外面找了一堆什么文创商品进来，然后要活络地方，其实那些东西跟在地不一定有关联。你认识一下你的收藏。这个以前还是有一点规律可以看到，然后这个真的很感动的。你看，这个要多少子弹的弹头？可是如果我们通过艺术家，他去发现社区里面有一些很特殊的人，或者很特殊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很特殊的历史记忆。1942年，有没有？是。这个是1洞5的流炮，每次的这个是工厂。如果那一些东西可以被重新整理，甚至于如果这些东西能够找到空间，能够让它展现出来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地方创生最重要的一些基础啦。那这样子，我是这样子哦，面向这一边，还是内容。因为老师以前是学的是雕塑嘛，他也在思考怎么解构雕塑这件事情，所以老师他进入了社区，去做了所谓的叫社会雕塑这件事情。OK， 一起再多跟那个老师外过来看，尤其艺术要进入社区这件事情，非常需要一个柔软、很有弹性的一个姿态进去的。他先把自己净空成为一个容器。他先去容纳这些地方的居民的想法，这些地方的声音之后，他用整合的方式再去做调整。所以老师他其实珍贵的点是他能够说服地方，然后引进更多的年轻艺术家介入，打开这个社区的门。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艺术家其实某种程度的，他可以通过他的艺术去创造不同的社群，所以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对话啊，那就有很多的过去的记忆就会出来，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可是事实上它有很大的意义跟价值。艺术更重要的不是在于怎么让引导每一个人重新去找到自己，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可以更大力去推动的。